间是。嗨，大家好，我是 Water。我在去年的时候在荷兰当了半年的交换学生，在这段期间发生了非常多有趣的事情。本集想要用 vlog 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刚抵达荷兰的各种趣事，以及我在宿舍遇到的各种文化冲击。竟然是男女混宿，还有在宿舍里面开派对。如果好奇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我交换的学校是海牙科技大学。学校里面有很多这种公共空间，就是一个 open 的地方，然后你就是可以在这边做你的作业，或是你要讨论都可以。宿舍是与学校合作的一个地方，叫做 Duo。荷兰的宿舍跟演唱会的票一样难抢，对，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住到宿舍，只有 50% 的机会可以住到。学校甚至会寄信告知，如果没有抢到宿舍的话，建议可以不用来，因为在外面也很难找到房子租。好险我有抢到一间，还是坐北朝南的，哈哈。先来给大家看刚抵达荷兰时扛着一堆行李去拿钥匙的情景，以及宿舍开箱。荷兰真的是风大雨大太阳大，太阳好像没有很大。刚到的第一天，我与朋友做了非常找死的事情，因为行李真的太重，我们还不知道要在哪里领钥匙，于是拖着行李到处找。后来我们觉得行李拖在这个红色的跑道上非常好移动结果是脚踏车道。在这里骑脚踏车的人就是老大，他们根本没有要减速的意思。荷兰弟弟龙挡到他们的路还会被吼，虽然听不懂是在被吼什么，但熊第一天就有震撼教育，我谢谢你。现在要来开箱我的宿舍，我那时候以为我是第一个到的人，想要用怪腔怪调的方式说话，然后我还讲超大声，结果我其中一个室友已经抵达了，真的非常尴尬，请上 VCR。Oh my god， 我会吓死。Hello, anybody here? No? Okay. Oh, hi. Nice to meet you. And I'm Doris. Can you help me? So dark here. I want to take a shower later. Do you want first take a shower? No, it's fine if you settle down. I had a 14 hours bus ride. Oh, where did you? We're from Germany. Actually, I'm from Taiwan. Taiwan. It's from Asia, so it's so far. Yeah, you had a really, really long trip. Yeah. Oh. The biggest. Oh, biggest. Oh, it's okay. Thank you. 现在趁我的室友不在，就是来带给大家看一下 room tour。首先呢，这里是我们大门，然后大门一进来的这里呢，就会是我们的厨房。对，现在来了1个礼拜之后，这边已经逐渐有生活感了。那这边的话就是 A room， 那这位就是我室友的名字。这边有一个阳台，早上可以从这里看到日出。然后这里是厕所，厕所就是这样子。这里是储藏间，这里是浴室，然后这里是第2位室友的房间，然后这里是我的房间，然后这就是第1房这个房间。那这间房间是最大的，然后 A 房跟 C 房我们是有阳台的，然后 B 跟 D 是没有的。Welcome to my room。对吧？好乱了，我等整理好的时候再拍 room tour 给大家看。这将会是我接下来6个月的小窝了，蛮喜欢的。在申请宿舍前，我就知道这边的宿舍是男女混宿，但室友都是同性别的。我好像听说之前的话，好像也会有不同性别的，但好像
有改，但这对于我来说还是非常冲击的。毕竟在亚洲，多数的宿舍通常都是一整栋楼来区分性别，还是有其他 case。不过我也想说，这也是反映出他们性别教育比较全面，尊重彼此与各自的界限，让这样的住宿安排能够普遍接受。而混宿也有不少有趣的优点，像是宿舍派对，这绝对是我来到这边以后文化冲击最强的一件事情。大家会各自准备好酒，然后约在某个楼层集合，然后一起喝酒聊天，等到喝到微醺的时候，就会一群人转战到附近的免入场费的夜店续团。去了几次之后会发现，其实会去的同学都蛮固定的，10次派对里面有8次是西班牙同学主办，剩下2次大概是法国人，他们真的超爱派对的。而且这栋宿舍是专门给交换生还有大一新生住的，所以在交换期间，比起荷兰同学，我反而认识更多其他国家的同学，非常酷。宿舍冲击的故事分享完，想分享这个小插曲故事。某次跟德国室友一起去逛菜市场的时候，看到这个，然后他就说了这个食物名称，然后我就直接吓到，然后非常震惊的看着他说，你可以再讲一遍吗？然后他就说，可能是我发音不太正确啦，我不知道荷兰文发音是什么样，但在德语我们是说这个 Garnalen-kroket。 然后呢，听起来真的超像我当下真的笑疯，并且跟他解释什么意思。以上就是我在荷兰宿舍的生活大致分享，从搬进宿舍前的震撼教育到男女混宿以及各种文化冲击。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欧洲念书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住在宿舍里面的，因为可以认识到超多不同国家的人，也可以从第一视角体验到非常多不同文化的事情。但如果你是一个害怕吵闹然后喜欢安静生活的人，也可以考虑申请低楼层或是单人房，离派对现场远一点，减少被吵醒的风险。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如果对于荷兰交换生活还有其他的问题，或是想听我分享更多有趣的故事，记得留言告诉我，也别忘了帮我订个阅按个赞，这样我才有动力做下一集。我在请了吗？有一点哦。我是 Water， 我们下集见，拜拜。Thank you.